他以前做的交易，以前跟哪个民主党大佬吃饭合影，泡澡这些事儿，说不定给他给揪出来，这样当做一个武器。选举就是一个把一个人的衣服剥光的过程，就是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你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，你的孩子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吃过罚单，所有这些都可以揭出来，一点都不会漏。那两位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谁上台执政对于中国来说是最有利的呢？我们通常这么说啊，就是用毛主席那个话，毛主席说我喜欢和右派打交道，也就是共和党打交道，因为共和党呢商人呢讲利益呢可以交换的，知道吧？民主党呢比较麻烦，他又要利益吧，他又要原则，原则这玩意呢没法交换，知道吧？原则不坚持叫什么原则呢？所以从过去打交道的经验来讲，好像共和党好交道一点，民主党有点烦人，他一会儿搞原则，一会儿搞原则。当然现在我估计问题不是很大，差别应该不如以前。主要因为就中国崛起了，现在呢这么说，10年以前吧，在中美关系当中啊，当时绝对美国强我们弱啊，所以每次谈话那个议题啊，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决定的，双边议题，就比如说你们家台湾问题、人权什么达赖。说你们家的盗版啊，都这种事儿，就是他就有点像老师对学生一样啊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呢，美国人谈说，你得遵守规则，知道吧？就他实际上还是中国力量上升的一个结果，就中国现在开始搞自己的布局了，比如说东海防空识别区、南海建岛、一带一路、亚投行、金砖银行，现在美国现在有点害怕的，知道吧？说你是不把书记当书记了，自己搞一套了，另立门户了的。因为就是中国现在好像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一些事儿了。这个时候他就急了，他说你得按照我的规则来。当我们开始共同谈规则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是有一点认可你的地位提升。另外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的问题啊，今年就15年比较热的问题，一个是南海吧，一个就是网络，是吧？对。还有一个最近取得成果的，就是在巴黎峰会当中，我们中美共同支持一个有法律约束的议案啊，就气候合作。气候合作应该讲是奥巴马本人特别重视的一个东西，他很重视这个议题，努力推动。然后呢，中美合作是这个成功的关键。所以4天时间，他跟我们习主席打了2电话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电话是要求帮忙，说现在谈判在坎子上，你得让点步。然后达成协议。第二个电话是感谢啊，知道吧？说习哥，这还是真给面子。所以今天你看，一方面我们是有吵架的，是吧？但另一个方面，你看这个合作不错。伊朗核问题、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合作，然后呢，南海网络啊吵得挺凶的，但是还比较幸运，就是有一个问题其实是转换了，就是这个网络一开始吵得很凶啊，但是到了年底，咱们郭坤生国委员去谈嘛，谈到什么制止网络犯罪啊什么的，现在变成一个合作点了。现在麻烦一点就是南海嘛，但南海问题你想想啊，其实主动权在我们这儿，你想要不是我们在那里建岛，他来个什么？他不会来的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就是美国人自己说的，就是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文莱，他们4个家伙在那建岛已经45年了，美国不理他们的，他不管的，对不对？有人说啊，我中立，我不管，他们建的时候啊。然后问题是中国不动则已，我们一般不出手，出手不一般，我们一出手他吓坏了，知道吧？他们45年时间，45乘以12是540个月，我们呢18个月，就他30分之一的时间。按照美国人空中的看法说，他们4个兄弟45年540个月建了110亩，我们18个月30分之一的时间建了3100亩，所以这下就急了。他说你在物理上改变地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下一步要干什么？然后中国现在说我是民用啊，为人民服务啊，他不相信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来飞机了。所以你从整个南海事情发展过程来看，是某种意义上讲，就是我们强大的工程能力，物理上改变了南海地貌，导致了就是说他做出反应。所以战术上看是他在主动，其实战略上看是我们主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
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就是现在中美这个博弈好像在走向那个均等化，知道吧？就反映这个力量对比的变化，在这个议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。现在还跟你谈什么人权呐、那个什么那个台湾呐、现在不谈了，他跟你谈南海，跟你谈网络，谈气候变化，谈那个问题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其实中美关系还是在往前走的，而且整个态势呢，好像对中国比较有利的。那么既然大态势变了呢，中国人可以比较淡定，知道吧？就是民主共和，谁来我们都欢迎，我们都愿意跟你交朋友。但是我们看到希拉里以往对于中